說白了，這類劣質車中賣的不是技術，賣的是信息差。他賭的就是用戶出了問題，先怪手機，而不是先懷疑这個10幾塊錢的小東西在背後偷偷的損耗他們的手機。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咱們正式開一個新系列電子設備避坑。為什麼要開這個系列？因為現在市面上充斥着各種低價的電子設備，它們真不是便宜一點那麼簡單，而是把該有的保護省了，把該做的用料砍了，最後把風險留給用戶自己扛。車充這個東西平時看起來不起眼，真出問題的時候，代價往往不是充不進電這麼簡單。這一期我們按照老規矩來，測性能再拆解，看看它到底是真有性價比，還是單純把安全和成本一起做沒了。今天第一期啊，先看這顆19.9塊的車充，它到底能不能用？咱們直接開始。這個車充的外觀確實是非常的小巧迷你啊。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規格信息，輸入是 DC 12伏至24伏超級快充，輸出規格一個5伏 3.4 安，還有一個 4.5 至12伏 1.5 至 6.5 安 Max。下面有3個最大輸出功率，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啊，40瓦、65瓦、100瓦。我們待會兒拉一下，看看能不能拉出來。下面是認證信息，這些認證信息肯定都是假的。然後 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車充是2個充電口的設計，一個 Type-C 口，一個 USB-A 口，寫的 Max 100瓦。這麼小的玩意兒能夠輸出100瓦嗎？關於充電協議，我檢測了3-4遍啊。這個 Type-C 口僅僅只有一個 Apple 2.4 蘋果的一個基礎功率而已。這個是 A 口所支持的協議啊，有高通 QC 3.0 快充協議。華為 FCP 竟然是40瓦啊！華為的 SCP 協議它也是40瓦，三星 AFC 24瓦，還有 OPPO 的 Work 協議 DCP Apple 2.4 2個基礎功率。咱們不管它廣告吹的有多牛，現在就是用兼容性測試一下就知道了。2個充電口 Type-C 口它是基礎協議，我們就不用試了啊，直接用 A 口來看它最高功率有多少。首先我們來看小米手機功率有多高。啟動的是 QC 2.0 的9伏的快充，真實功率只有10瓦左右。我們再来看一下華為的功率啊，啟動的是超級快充，真實功率只有21瓦左右。這個就是華為公開的 22.5 瓦的 SCP 協議。前面協議檢測的40瓦只是好看的啊，根本就達不到40瓦。我們來看藍廠的設備，它能走多少功率？僅僅顯示的是正在充電，走的是 QC 2.0 的9伏快充，實際功率只有11瓦左右啊。這是最高功率了。這個頭子裡面是有 Work 協議的。我們看一下 OPPO 手機，它能跑多高功率？顯示的是閃充，走的是低壓大電流的 S-Work 協議，功率只有16瓦左右啊。最後我們來看一下三星的，顯示的是正在充電啊，走的是5伏2安10瓦的功率。兄弟們，前面2項測試就把這個所謂的100瓦車充的老底全部都揭開了啊。什麼100瓦？最高也就是個公版的華為協議。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再測下去，直接測試它的文波給大家看一下。首先我們測試 A 口的文波，因為 A 口它有 QC， 我們用 QC 協議可以測試它5伏和9伏2個電壓檔位。首先是5伏3安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時候是 398.1 毫伏，平均文波 202 毫伏。現在是9伏 2.2 安，也就是20瓦的功率啊，文波已經386毫伏了，這個超的有點多啊。平均文波是328。我們再看 C 口的文波啊，它 C 口是沒有任何協議的，只有個基礎協議。我們用3安的電流直接拉，這個時候它的文波最高的時候是 213.7 毫伏，平均文波160毫伏，這個也是超標的文波。長期用這個充電器充電的朋友啊，手機壞了還不知道為什麼。實際性能大家也看到了啊，我直接把它拆開了，你沒有看錯啊。它就這麼簡單，殼子確實是鋁合金的。這是內部的負極觸點，主板就長這個樣。我第一次拆開的時候把我笑噴了啊！整塊板子簡單的離譜，正極觸點就一根彈簧，核心器件一顆6角小 MCU 負責協議識別，一顆 CX8525 降壓轉換芯片，再加一顆電感，2顆不知名的小電容，沒了。這一顆 CX8525 來自深圳晨星微科技，它本質上就是一顆面向車充場景的同步降壓 DC-DC， 輸入8至30伏，支持 3.1 安持續輸出。所以為什麼前面實測下來 ，C 口只有 DCP 基礎協議 ，A 口協議看着熱鬧，但功率普遍偏低，
文波還衝到200到300多毫伏，現在就很好理解了，它不是沒有發揮好，而是電路底子只夠做到這個水平。兄弟們，很多人對劣質車充最大的誤解就是覺得它頂多只是充得慢一點，功率低一點。這種東西最陰的地方就在這兒，它未必會當場把你手機充到黑屏，也未必立刻會冒煙起火。更多的時候，它表現出來的是手機充電發熱，導航時越充越少，電量忽上忽下，電池掉得比以前更快，接口偶爾接觸不良，慢慢的耗死你的手機。然後大多數的消費者第一反應是什麼？不是懷疑車充，而是懷疑手機電池老化了，懷疑系統更新有問題，懷疑是不是線壞了，甚至懷疑是不是手機品牌不行。這就是劣質充電產品最會鑽的空子，因為它造成的問題往往不會第一時間被用戶歸因到自己的頭上。所以為什麼這些廠家敢這麼肆無忌憚的售賣？原因很簡單，消費者不懂，問題又不容易追到他的頭上。宣傳頁寫個100瓦，超級快充，拒絕虛標，字可以印得很大，可真正解決安全和性能的東西，協議有沒有縮水，輸出穩不穩，文波高不高，內部的用料夠不夠，普通人根本就看不懂啊。說白了，這類劣質車充賣的不是技術，賣的是信息差。他賭的就是用戶出了問題，先怪手機，而不是先懷疑這個10幾塊錢的小東西在背後偷偷的損耗他們的手機。這種產品最真實的一面我必須擺出來，它便宜不可怕，可怕的是它拿着幾塊錢級別的電路去冒充一個你可以長期放心使用的快充設備。其實這期視頻做到最後，我心裡其實挺不是滋味的，因為像這種東西，問題已經不是值不值了，而是它明明底子這麼薄，宣傳卻敢寫得這麼滿，結果居然還能賣出100萬銷量，這就說明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市場上很多人買充電器、買車充，看的不是電路，不是協議，不是輸出質量，而是誰寫的更誇張，誰的詞更唬人，誰的價格更低。而這類產品最可怕的地方就在於，它出了問題，很多人第一時間還不會懷疑是他的責任，往往先去懷疑手機、懷疑線材、懷疑電池，最後真正該背鍋的東西反而一直躲在後面繼續賣。所以我們做這種避坑視頻，說實話啊，力量確實是很微弱的，但哪怕只能讓多一個人看明白，少一個人踩坑，少一台手機，少一輛車去替這些劣質產品交學費，這期視頻就有意義。如果你也覺得這種產品不該繼續這樣肆無忌憚的賣下去，麻煩幫我點個讚，轉發出去，讓更多人看到。一句話總結啊，便宜不是問題，拿劣質方案冒充安全快充才是真正該避的坑。車是為了了解，才是為真相，認真車載客觀輸出。我是離火車載，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有你們的陪伴，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動力。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咱們下期視頻再見。